我们这堂课呢，要讲的是现实治疗 （Reality Therapy） 介绍跟它的架构。这个发展的人呢，叫做 William Glasser。因为林老师呢是这个学派的，所以林老师有去完整的参加他的现实治疗师半年的训练，还有呢初阶督导跟进阶督导都各半年。所以林老师对这个学派还蛮理解的。那为什么当时林老师要学这个学派啊？因为其实他很像我们的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很有意思，等一下你会看到，也有的人觉得，他真的也蛮像这样子的一个取向的。格拉瑟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啊？他其实以前是化学系毕业的，后来呢，又去读了临床心理学。那他临床心理学毕业之后呢，他再去读医师，然后当上精神科医师。所以他的整个背景是这样子，整个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学派。那其实他当时是在差不多1960年代的时候他就发展了这个学派。当时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美国的心理学界要么就精神分析在东岸，要么就在西岸是叫做行为学派。他呢发现这两个学派都不好用他觉得说精神分析都认为说，所有的困扰通通都有幼年的原因。这个行为学派呢，都说行为根本就是不一并讨论到幼年原因，而根本就是学来的。所以呢，他觉得说这样也不对，通通都把一些理由推到外界去了，不管是幼年还是别人。那这个呢，基本上是他不满。然后他在做精神科的训练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个叫做 Harrington。那呢 Harrington 其实也是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但是呢，他也觉得精神分析也是卡卡的，他也很不满意。当然呢，他这个想法给格拉瑟就觉得说，那我们干脆来找个方法来推翻他，建立自己的一派。所以呢，他在差不多1965年的时候就有写一本书。他在写一本书的时候呢，基本上他慢慢的建立他的体系。然后他以前呢是在军医院，他在军医院做什么呢？做那个整容。他本来是整形外科。那整形外科呢，后来发现这些当时美军在打战这些身体的伤残让他们的心理非常的痛苦，甚至自我放弃。那他就鼓励他们不要放弃。那慢慢的他就想说，那他转到那个精神科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呢，精神异常这些情绪的困扰都不应该去常常去推到过往，然后让他们找到他们病态想法跟行为的理由。他认为说，其实如果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鼓励他们不要去把它推到过去，那他们就能够慢慢的去 focus 他们自己现在跟未来的想法，跟他们想要表现的理想的未来。当时呢，他就有一些发现，他做了一些理论的改变之后呢，他其实就不断的把他的理论呢化成实际。比如说呢，他就有一个个案是一个妇女，他就说他接受了很久的精神分析，然后都不能改善他的精神的忧郁跟状况。他就说除非你不要再讲，不然我实在是也没办法治疗你。他说呢，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你现在的想法跟做法，以及你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后来那个案主就本来都所有的治疗都希望他呢去讲到他的祖父跟他的关系，跟他的长辈跟他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自己就开始不去谈那些，那谈到他想要的理想的未来是怎样可以做到怎样做就慢慢的做到。他是这样子就开始改变了。格拉瑟呢最有名的就是他跑去担任一个加州的少女抚育院，都知道那些都是偏差的少女。那些呢偏差的少女都一直呢被用的是叫做精神分析，鼓励他们去找到过去的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格拉瑟也发现说这样子会越来越糟让他们不一定能改变，甚至找到理由让自己不改变。他开始就用他的方法来帮他们。他就问他们说，你们希不希望出去之后再进来这里呀？没有一个人希望。那他们就问说，那你们如果都不希望再进来那你们怎么做可以不用进来啊？他们就说不知道，你来告诉我。他们就说，那你们如果不希望再进来，那当然要找方法让自己找到不用进来的方法。那你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就开始研究吧。他们就说好啊，你来告诉我们所以他鼓励他们一步一步做到让自己情绪稳定，碰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方法，并且慢慢做到。他这样子推展的情况下，在
美国的军方呢，他们的军事诊所在做心理治疗的90%都偏爱用现实治疗来做，因为他发现快速又有效。那这个是对这个心理学界是一大的振奋。后来呢 Glasser 他也提到说呢，他想要把这些方法呢用在改变美国当时的教育，因为美国当时的教育发现已经开始有点失能了，老师呢都用处罚的方式来教育这些偏差的行为的学生，但是他就觉得这样不对，再这样下去会很糟。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失败的学校》（School Without Failure）。他认为说呢，当学生无法成功的来控制他们自己的世界的时候，那也会在学校无法获得成功。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他们任何愿意去学习的动机跟动力。所以呢，学校应该怎么做啊？让他们能够完完整整的被接纳之后，然后鼓励他们去找到自己想要走的理想的目标。那这样子呢，再鼓励他们逐梦踏实，那个理想的目标慢慢能做到，这个就是他所做的。所以他后来呢，从现实治疗之外，他也推展了叫做高品质学校，英文叫 Quality School。他也想要把这一块他的独特的这个理解推展到美国的工商管理这些工商管理呢，他就鼓励说你们开始要做的叫做优质的管理，叫做 Lead Management， 而不是呢用老大管理，叫做 Boss Management。就是老板说了算，这样子的一个工商管理的管理，这样子会失能，甚至呢很没有效，而且也让所有的员工都只听老板的，自己都不会有动机来自我实现，这样子会恶性循环。所有在美国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这些训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学派，就是所谓的现实治疗。那到1998年为止呢，他们全世界就已经训练了4500名现实治疗师。Glasser 自己在2013年往生，由他的弟子在慢慢的传承。林老师呢，那时候呢去训练的时候呢，其实是由他的大弟子叫做 Robert Uberding，他是在辛辛那提大学他的教育咨商系担任教授，然后也是 RT 训练中心的主任。那林老师的每次的训练呢，基本上就是由Uberding来教导。那每一次在训练完半年之后的一个训练专周 ，Glasser 就会来给我们勉励，也做一些给我们的提醒跟讲习。我们国内的一个学者郑时岩他就认为 RT 很像禅宗的笃实力行。他呢就认为说 RT 其实是在鼓励案主找到方向之后，踏实的来完成，很像禅宗的不拐弯抹角，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跟我的体验还是很像的。